小姐不好了，姑爷他从青楼带了个卖身葬父的孤女回府，现在那女人正跪在前厅哭呢。什么姑爷，什么女人？我这是穿越了，还穿成了安国公府嫡女。眼下为了给病重的爷爷冲喜，正要嫁给暗恋已久的相府新状元陆文渊。好家伙，刚穿就碰上这卖身葬父的狗血剧情。小姐你在说什么？那满堂的人都等着看咱们笑话呢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既来之则安之，还没听过有穿越了能再回去的。秋明，你现在回府上叫几个壮夫过来，记得挑身材好点，8块腹肌的那种。啊，8块腹肌？小姐你这是？对付那种撒泼拉滚的，还是直接动粗好用。求老夫人慈悲，我父亲暴毙无钱安葬，幸得陆公子好心将我带回府中，以愿生生世世伺候公子。今日趁着宾客满堂，我陆文渊便大发善心，一并娶依依为平妻。姓陆的，这么有善心，怎么不将全京城的青楼女子都娶回来？谢清渊，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态，不要无理取闹。求少夫人成全，奴家不要名分，只求能伺候在陆公子左右。大婚当天穿孝衣哭丧，死绿茶你挺会挑日子。谢清渊，你敢打我？放肆！区区心腹竟敢当场殴打夫君，还有没有家法？来人！小姐，我们来给您撑腰。我打他算轻的，今日是我大婚的日子，新郎却跑去给青楼女子赎身，还真当我安国公府没人了。你打我也就罢了，依依不过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，你何必这般为难她？孤苦无依就去找官府救济，大婚夜往新房里带人，你恶心谁呢？谢小姐息怒，男人3妻4妾本就正常，你作为帝京第一贵女，更该有主母的雅量啊。哦，那赶明儿您家夫君大婚夜也带一个回来，您乐意？少夫人，都是奴家的错，您打奴家吧，只求您别为难陆公子。真是深厚的感情呢。既然你这么想背他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谢清渊，你打我就算了，你连一个卖身葬父的弱女子都打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他自己求着我打的，你耳朵聋了没听见？我本以为你只是骄纵了些，没想到你竟蛇蝎心肠至此。我告诉你，今日依依我娶定了。要不是将军府所有的家产都压在谢清瑶身上，我是断然不会应下这门婚姻。但谢清瑶想进我相府的门，这些辱就得给我守着。哼，你要娶就娶。我告诉你，这婚我不成了。我谢清瑶今日休夫。来人，给我拦住他！我是安国公府嫡女，我看今天谁敢拦。谢清渊，你砸了我的喜堂，带着人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把我丞相府当什么了？你这个没规矩的，大婚之日闹成这样，竟还扬言要休了自己男人，你安国公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哦，是你儿子带着青楼女子回府在前，现在反倒怪上我了，都是奴家的错。若不是奴家命苦，也不会惹得少夫人动怒。安国公府的谢小姐可真猛啊！这谢家小姐怕不是疯了吧？女人休男人，闻所未闻呢。谢青云，你还当如今的安国公府是从前吗？跟我们相府撕破脸，我就看着你到时候怎么回来求我们文渊。谁稀罕？拦住他！怎么让他就这么走了？我刚状元及第，哪儿都是用钱的地方。急什么？嫁妆还在我们府上，她不过就是做做样子。当初可还是她上赶着要嫁给你呢。哎呦，谁家的马车？走路不看路的吗？小姐，别说了。谢清渊，你完了！居然敢顶撞燕北王的马车！谢家小姐看来真要完了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燕北王啊！燕北王是谁？何人在此喧哗？燕北王息怒，此女骄横无礼，大婚之日在我陆家撒泼，如今还敢冲撞王家，我等这就替王爷教训她。正是，此女已被我陆家休弃，与我陆家再无瓜葛，王要如何处置，陆家绝不护着。冲撞了燕北王，谢清渊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陆家主母之位？别哭了，你放心下来，我在下面接着你。可是好高，我好怕。不怕，月儿，相信我。沈月白，
大胆，竟敢直呼王爷名讳！谢清渊，你现在跪下磕几个响头，王爷心情好，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我的娘哦，燕北王不会把气撒到我们头上吧？好久不见。什么？方才你们说他被你们陆家休了，本王倒想知道，安国公的孙女岂是你们陆家休得了的？错了，是我休了这个臭男人，不是他们休了我。谢清渊，刚才这些人惯会颠倒黑白，没有白纸黑字，你们怕是不会认。既如此，秋英去取纸笔来。大家给我看好了，今天是我谢清妖休的你陆文渊，不是你休的我。我安国公府不认这门亲。去，把本小姐的嫁妆一台不落的都给我搬回来。是。谢清瑶，你敢？都给我拦住了！我看谁敢啊！燕北王，此乃我相府家事。本王怎得听说安国公的孙女在大婚之日要与一个青楼娼妇平起平坐？状元郎莫不是忘了安国公为国战伤，辱他孙女便是侮辱安国公？难道这还算作家事？没看出来这王爷人还不错嘛，三观正有魄力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只是原主似乎对他没什么感觉。罢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跟这种大人物还是别扯上关系的好。拿着你的休书，给本小姐滚！谢清琪，你给我等着！回府。谢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家了。有空请你吃饭。陆文渊，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姑娘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插手了。小姐，老太爷他又咳血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这个身体竟然哭了。傻丫头，爷爷没事儿。听说你去陆家大闹了一场。爷爷，孙女不愧是我孙女，有爷爷年轻时的霸气。这婚退了就退了吧，只是呢，没欺负你吧？原主家世也是挺惨的，父亲在北京战死，母亲也跟着殉情，偌大的安国公府全靠爷爷一人撑着。可如今爷爷也快撑不住了，难怪他这么急着想嫁给那渣男。爷爷，您放心，往后我会撑起这个家的。这原主还是个小哭虫也罢，既然继承了你的身体，我就替你重振这家业。为了给原主撑腰，爷爷将整个安国公府的家产全都写到了嫁妆单子上。看来重振安国公府的第一步得先统筹管理，就先从这最小的绸缎庄开始。掌柜呢？大小姐有何吩咐？你就是掌柜，从现在起你被革职了。哼，大小姐这是何意？何意？至少3年，账面亏空都和实物对不上，你还问我是何意？谢大小姐，这铺子是安国公府的不假，可这弟兄的生意场你打听打听，得罪了我，你的货进不来也卖不出去。谢小姐，王爷进宫前吩咐过，您这边若有什么不方便的事，燕北王府随时候着。燕北王，好家伙，这燕北王都干了些什么啊？怎么个个都怕成这样？不过确实方便不少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货进不来也卖不出去。如今满朝文武都在意我被休一事，我都没脸上朝了，都是拜谢清源所赐。还不是因为你非要在大婚当日领回来一个青楼女子，等几天又能怎样？怪我？若不是你们说她嫁妆丰厚，性子又好拿捏，我会答应娶那般不解风情的女人进门。哎呦，别吵了！我看那谢清轩也就是面上过不去才闹这一出，晾他一段时间，自然会乖乖上门求着和好了。哼，我看也是。既如此，我现在就将依依娶为正妻，到时候她来求，就只有做妾的份儿。不行，青楼女子还想做正妻？一个青楼女子能入我陆家当个妾室，已经是她祖上8辈子积德了。妾，休想！我要的从来都是正妻之位。1、2、3、7。小姐，绸缎庄的账目和库存全对上了，钱掌柜贪墨的银子也已经从他家里搜出来装箱了，足足1万两白银，比他报的少。啊，我算过，他3年至少贪了这个数。那剩下的不急，钥匙已经拿到了，他私租的仓库我派人去封了，很快就能全部收上来。感觉小姐好像哪里不一样了，飒爆了。走了，秋明，下一家。是，小姐。陆状元，听说你那前夫人当街给你写了休书，这安国公公府的小姐，休书写的都比你文章痛快。张大人说笑了，
我还听说啊，那绸缎庄在你前夫人接手后日进斗金呢。陆状元，你这被休，倒给帝京添了桩新鲜生意。陆大人，别往心里去嘛，好歹你还有那个青楼出身的小妾嘛，听说挺会哭的。陆文渊，你我已经两清了，还有事？你别以为攀上燕北王就能为所欲为，他堂堂王爷久居北境，不过是一时兴起可怜你罢了。等他回了北境，到时候有你求我哭的时候。他是不是可怜我，我不知道，但你现在的样子挺可怜的。谢清源，你以为这绸缎庄真能靠你撑下去？帝京的布商哪个不是？小姐，小姐，刚才又有几位媒婆递了帖子来，那几个公子一个个可都好看的紧。小姐，你有空慢慢看。夫人请用茶，妾身特意加了红枣枸杞，大夫说这个时节喝最养神。你有心了，这便是兄长新纳的妾室，对主母竟这般殷勤。兄长，柳姨娘入府不过月余，对母亲殷勤的太过，你不觉得不对劲吗？他每日端茶送水伺候母亲，哪里不对劲儿？正是太过殷勤才不对。一个孤女入府为妾，不想着安分守止，反倒日日往母亲院中跑。够了！你一个未出阁的庶女，整日盯着兄长的妾妾，成何体统？管好你自己便是。怎么又想到那个女人？我最近这是怎么了？这是那位柳一江的贴身丫鬟，她这么晚是要去哪儿？西南角那边除了旧书库，我记得什么都没有才对。旧书库早就没人用了，半夜往里面送食盒。柳依依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谢小姐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，张口就要我江南3条商道。这500匹粗布，在我安国公府库中积压已久，徐老板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哦，说来听听。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把这500匹粗布卖出双倍市价。若是做到了，徐老板在江南的3条商路便归我。这绸缎庄，谢小姐，你可知这批粗布有多劣质？帝京布商没一个愿意接的，还双倍市价，你当他们都是傻子吗？这就不劳烦徐老板费心了，你就说赌不赌吧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徐某自然奉陪。谢小姐，请吧。小姐，你疯了！500匹卖不出去的粗布，1个月卖双倍价，这不是白送铺子吗？秋明，去库房把粗布全搬出来，再找几个裁缝来。那徐某就静候佳音了。王爷，绸缎庄那边有消息，谢小姐跟江南布商徐万锦签了对赌契须，说是500匹滞销的粗布，1个月内卖双倍市价，输了的话，铺子就归人家。王爷，徐万锦是江南最大的布商，这是摆明了是坑谢小姐呢，要不要末将派人？他不需要，让江南那边的兄弟盯着点，别让人使绊子就行。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邢小姐，这是咱们库房里堆的那批粗布。好看吗？天哪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衣裳了？昨晚做了个梦，梦里学的。什么梦这么厉害？小姐你也教教我。少废话，去醉花楼请几位最有名的清官人，一人送一套，让他们今天穿着上街。我知道了，小姐，你是想让他们做招牌来给咱们店招揽顾客。还算聪明，这叫代言引流。快去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小姐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的，我要预定，我先来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一路上看见满街的女人都穿着这身粗布裙子，就知道这铺子幸不了徐了。谢小姐手段了得，徐某愿赌服输，江南这3条商路归你了。承让。这老图有些面生，似乎从未在府中其他地方见过。他跟柳依依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师傅都在里面了，姨娘让我问你，东西怎么样了？东西都在原位，让姨娘放心。东西都在原位，旧书库里能有什么东西，值得半夜派人送饭来守着？这些应该够让兄长看清了。有事儿？兄长，柳姨娘绝非善配，她的丫鬟夜夜出入旧书库，这册子上每一笔都有日子有时辰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整日盯着兄长的妾室，成何体统？这话传出去，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兄长，你信我一次，旧书库早就不用了，他派人夜守着，里面一定有东西。退下！我不走，你今天不看完这些，我就不走。
妹妹走路当心些。夫君喝茶，消消气。你倒是解释解释，旧书库早就无人使用，你的丫鬟夜夜往那边送食盒，是送给谁？不过是有个守库的老徒，无亲无故，妾身见他孤苦，偶尔让丫鬟送些吃食过去。妹妹因为这个就疑心妾身。夫人明鉴，妾身入府以来，处处小心，从不与人争执。如今连一个庶女的都能随意往妾身头上扣罪名，妾身受些委屈也就罢了，可旁人还道我像家风不严。你少拿家风当幌子！守库老徒，府里上上下下我全见过，那人面生得很，根本不是府里的老人。够了！你一个未出阁的庶女，整日摸黑钻旧书库，盯姨娘的下人，算什么事？母亲，跪下，在列祖列宗面前好好反省。跪满3日，没我的允许不准起来。回房。近日这身子总觉得乏得很，歇也歇不过来。夫人操劳过度，得好好调养才是。妾身明日为您换一味滋补的方子，保管比这个管用。小姐，这间铺子位置好，离咱们绸缎庄也近，方便得很。小姐，小心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王爷，末将刚才追上去截停了那匹马，有人把针藏在帆楫底下，马一跑，针就往肉里扎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小姐，刚刚吓死我了，那马差点就……绸缎庄刚有起色，就有人动手，不知是商路上的对手，还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。咱们从退婚到现在都得罪过谁？你可还记得？陆家那对母子算一个，那孤女算一个，还有上回被您革职的那个掌柜，听说他逢人就骂您断他财路。陆文渊没这个胆子当街动手。柳依依不过一个刚入府的妾，何来如此人脉？至于那个掌柜，也不应有在帝京街市上做手脚的本事。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？姐姐，好久不见，妹妹敬你一杯。自从姐姐离开相府，府中上下日夜挂念。夫君他嘴上不说，可每次路过姐姐住过的院子，都要站一会儿。姐姐，是妹妹哪里做的不好，才让你连家门都不肯再踏一步吗？我怎么听闻你入府没多久，后院就鸡飞狗跳，姨娘跟通房甚至当众厮打。要说扫把星，还真不知道是谁。别丢人了，回去。姨娘，您的手。谢清渊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，让那边的人动手快点，他太碍事了。哪家的小娘子生的这般标致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让开哟，脾气还不小。一个人从宫门出来，怕是哪家的小姐吧？怎么连个随从都不带？要不要我等送送您？若是不想要了这双手，本王可以帮你。王爷恕罪，小的有眼无珠，不知道这位姑娘是王爷的人。什么他的事？求王爷饶命！上车，送你回去。谢了，下次真请你吃饭。马的事儿我查到了，是燕山会的人。燕山会都是些前朝余孽，帝京各处都有他们的暗桩。你父亲跟爷爷当年在北京杀过他们不少人，这笔账他们怕是接到了你头上。哼，藏头露尾，真当本小姐怕他们不成？有我在，没有人能动得了你。夫人，这是妾身新换的方子，加了黄芪和当归，大夫说补气养血的。叫太医，快去叫太医！陆大人，夫体内有慢性毒素，已积蓄半月有余。若非今日呕血发现及时，再拖10日，便是神仙也难救。毒？什么毒？下官需将药渣和夫人日常饮食逐一查验，方能断定毒源。不过此毒绝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夫人，妾身想起来了，今日厨房的采买一直都是王嬷嬷经手。王嬷她被革职之后，还曾在后门闹过一场，骂骂咧咧说夫人良心。夫君，王嬷嬷在府中多年，对夫人的饮食起居了如指掌，定是那老奴被之祸，恨在心，在食材里动了手脚。来人，立刻去拿嬷嬷，给我绑回来！王嬷嬷平日里心地善良，怎会干这种事？可我若现在站出来为她说话，以兄长的性子，怕是又会扇我一巴掌。母亲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果然，今晚府里乱成一锅粥，连守门的都顾不上这儿了。上次来还没有锁，这是怕人进去吗？
这是边关布防图。难道真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我的人跟踪柳依依的丫鬟好几天了，今晚见她不对劲才通知我过来。你没事吧？谢小姐，这东西你拿着，或许有用。这柳依依莫非真与燕山会有关系？真是这样的话，陆文渊还真是给陆家带了个定时炸弹回去啊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是北境金秋兵力最薄弱的关口。若这份图到了北敌人手里，入冬之前，边关必破。想必这柳依依费尽心思讨好陆文圈，就是为了靠着相府打探情报。你怎么看？燕山会在地境的暗桩不止他一个，除掉一个柳依依，还会有下一个。你是王爷，燕山会的事儿肯定会查下去。至于我吗？我继续做我的这个生意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现。对了，陆雪宁可以做相府的内验，有她在府里，柳依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或许你能用上。太危险了，柳依依显然已经对他起了杀心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小姐大半夜不睡觉，又来这儿做什么？旧书库已经烧没了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脚都瘸了还到处跑，小姐当心再摔一跤。密信原件已经送出去了，这残页就是最后的底牌。妾身出身虽寒，却也知书达理，深知女子当以夫为天，恪守本分。今日得见太后慈言，是妾身三生有幸。太后娘娘，臣女今日盘账时，发现了一桩趣事。哦，什么趣事？说来听听。有人以丞相府名义，在江南采买了大量硫磺，数量远超家用所需。敢问陆少夫人，相府要这么多硫磺做什么？你怎会？硫磺乃朝廷管制之物，哀家也想听听陆少夫人的解释。太后娘娘明鉴，是府中近来虫鼠猖獗，妾身便想着采买些硫磺熏风驱虫，妾身绝无不轨之心。哦，原来是为了熏风驱虫。300斤硫磺熏蒸驱虫，陆家的虫子倒真是多呢。他在慌什么？不过是被问了句硫磺的用途，他为什么慌成这样？号号号外！新晋状元魏修书全城首发，安国公府谢清轩小姐亲笔，陆状元大婚之夜携青楼女入府，品行不端，今谢氏听君休之。小姐，书房老板说这1000分印的太值了，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痛快的生意。列位，今日老朽不讲三国了，老朽给各位说一则新鲜出炉的状元备修记。状元郎的文章，老朽倒是读过不少，不过今日看来，文才不如那谢小姐那儿。
谢清源，你出来！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原谅我？你说呀！我休了柳依依还不行吗？我把她赶出府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大半夜的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清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是你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有你，他才不要我的。燕北王，一个北境寒门，凭什么？这一拳是替他打的，他当初那么想嫁给你，是你自己不要。现在你别想动他半根手指。进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小姐，老太爷方才忽然醒了，精神比前几日好了许多，说有要紧事找您，让您赶紧过去。爷爷这些天身体一直很虚弱，突然精神了，该不会是……丫头，你长大了，爷爷很高兴。丫头，爷爷马上就要去找你爹和你娘了。虽然你不是我爷爷，但此时此刻，我怎么真的有点想哭。这是当年那些北境旧部的调令符，他们只认此牌。你在帝京待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拿着它去找北境的段将军。记住，你是武将的孙女儿，没谁能欺负你。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？老夫还在回京的路上，这休书就已经传遍了沿途3个州府，说你堂堂状元大婚之夜携青楼女子入府，被新娘子当街休妻。你把安国公府的嫡女气走，你可知道他爷爷当年在战场上护驾有功，他父亲更是为我大梁战死。如今满地猪都在看我陆家的笑话，你这状元郎的脸面算是丢尽了。你就是我这不招人非要娶进门的那个女人。听说这些日子都是你在我夫人跟前端茶递水。妾身只是想尽心伺候夫人。你既入了陆家的门，就给我安分守己做你的妾。若让我查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莫怪老夫不讲情面。姨娘，陆丞相一回府就派人去了义庄，要查您父亲的坟。看来这老东西留不得了。硝石铁屑，3年前从江南运往帝京。小姐，这单子有什么不对吗？提货人这个名字我有印象，是柳依依贴身丫鬟的远房表兄。3年前，那个柳依依不是今年才进相府的吗？看来3年前燕山会就已经在帝京铺路了。雁门关、飞虎口、白狼隘，这3处关隘的换房时间都在货单日期前后被提前泄露，转运路线和这份货单的运输轨迹完全重合。这个肩章虽已辨不清字样，但形制和燕山会3年前在江南截获的那批尾印一致。韩征，把存档取来。是。那柳依依的目的绝不只是偷情报这么简单。硝石加铁屑是火药的配方，3年前就开始采购转运，他背后的人怕是在为北境反扑储备军火。
柳依依这条线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。谢小姐，老将军的令牌咱们认，可咱几个当了一辈子兵，只会打仗，不会做生意。你叫我们来，究竟要谈什么？雁门关今冬缺御寒棉衣3000套，飞虎口存粮不足半年，白狼隘的剑齿损耗率40%，却没有补充。这些数目，小姐从哪儿查来的？从绸缎庄的账房查的。边军的冬衣布料，近3年都是安国公府的商路在供。我用江南3条商路换北京的皮毛和药材，皮毛在地租能卖出丝绸3倍的价，药材则直接供给边军，不用朝廷多拨1两银子，缺口我能先填上。小姐跟老将军一样，是个会算账的人。这是北京沿线所有供货商的名录，从皮毛到药材到马草，每一家都靠得住。往后这些人的货，只认小姐的商队。谢诸位叔叔。这些北京的人，想必你用得上。我还愁怎么在帝京联系上他们呢。沈月白，这些人是你叫来的？段将军那边我已经去信了，你若到了北京，他会去接你。这顿饭好像真欠的有点多了。夫君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妾身正想着给您送些参汤去呢。这么晚了，你在书房做什么？妾身刚给老爷送去参汤，他这几日操劳的紧，妾身担心他身子吃不消。这账对不上，重做。300斤硫磺。当初我这么痴迷于依依的温柔体贴，可如今翻来覆去的想，那张柔顺的脸底下好像什么都没有。谢清月，你当初明明那么喜欢我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太医呢？怎么还没到？丞相大人，夫人体内余毒未清，原本下官开的方子对症调理尚可恢复，可这几日药房被人换过几味药，这几味药与余毒相冲，将原本压下去的毒素重新激了出来。这一换，无异于雪上加霜啊！来人，把夫人院中所有伺候的人全给我押过来。王嬷嬷呢？大丫鬟呢？煎药的陈婆子呢？伺候夫人的老人都去哪儿了？老爷息怒，王嬷嬷走后，夫人说那些老仆伺候了多年，也该歇歇了。妾身便照着夫人的意思，换了批手脚勤惯的新人。这是按太医上次的方子照抓的，太医院有存档可查，每一味药都对得上。妾身也不懂医理，只是照方抓药，实在不知何时被人动了手脚。都是妾身照顾不周，没能察觉药方出了问题，请老爷责罚。你退下吧。给我继续查他。老爷，小的去了柳姨娘说的那座坟，坟确实有，碑也立了，可碑上刻的亡者姓柳不假，却是个70老翁。小的又问了守坟人，说这坟3年前就有了，从未见过什么孝女来上香。70老翁，明日早朝后，老夫亲自去大理寺，连申世代入府后所有可疑之处一并彻查。老爷，要不要先知会大公子一声？那个蠢货，等事情水落石出再告诉他。姨娘不好了，宫里递出来的消息，说是陆丞相已查到了义庄那座坟，明日一早就要去大理寺，要连您的身世带入府后所有事一并彻查。我原本还想等他慢慢查，再借机打探更多情报。既然他要把事情捅到朝堂上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明日之后，看是你查我，还是满朝文武查你陆家。放这东西进那老东西书房暗格，就放在那封他查我的文书旁边。
放好之后，让外面的人把消息散出去，就说相府书房藏有通敌铁证，明日早朝之前，这话要传进宫里。没想到他真的……找机会把这个交给安国公府的谢小姐。若天亮前我没能送出第二封信，你就自己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臣弹劾丞相陆伯安通敌叛国，此乃相府书房暗格中搜出的密信残片，上有北狄火期、边关布防详情。陛下，此信来源可疑。其一，既是从臣书房暗格中所取，敢问张大人，何人取之？如何取之？为何绕过三司，直表朝堂？其二，此信火期模糊，印金不全，单凭一页残片便定当朝丞相死罪，我大梁律法何时这般儿戏？陛下，陆相在朝20载，兢兢业业，此事疑点重重，当交三司会审，不可草率。会审，只怕审到一半，证据就会被人毁了吧？陛下，通敌乃灭门大罪，宁枉勿纵。争论不下，一查便知。禁军听令，即刻彻查相府，以便真伪。领旨。陛下，臣在相府书房暗格中搜出通敌密信7封，又在祠堂牌位后与陆夫人药匣夹层中各搜出数封，全部盖有北狄火期，内容涉及边关布防与换防实事。好一个陆伯安！来人，摘了他的官帽！陛下，臣父冤枉，臣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些信不是臣父写的，臣父是被人陷害的，一并拿下！冤枉！陆伯安通敌案移交三司会诊，陆家满门即刻收押天牢。求成全。兄长，你信我一次。这么晚了，在书房做什么？给老爷送参汤。是我害了陆家，是我引狼入室。小姐，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要我说，那陆家就是活该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燕北王府都站在你这边。我既已答应帮你重振家业，有国才有家，便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遇难。翻案。家中老母病危，官爷行个方便。柳姨娘大半夜出城，连个丫鬟都不带。你以为抓了我就结束了？燕山会的人，你们一个也找不到，那就试试。上头说了，你知道的太多，不能留了。等你很久了，加派人手，审他之前，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间牢房。安国公府嫡女谢清无以证人身份呈堂，此乃相府庶女陆雪凝冒死抄录的密信，内容是柳依依与燕山会的全部往来记录，另有旧书库暗格中残存的密信。3年前江南运往帝京的硝石铁屑货单，提货人正是柳依依贴身丫鬟的远房表兄，还有太医院封存的含乌头药渣与陆夫人体内余毒成分完全吻合。燕山会帝京暗桩被捕后的口供已全部画押，这些不过是你一面之词。3年前我尚未入京，那货单与我何干？药渣能证明什么？府中谁不能进厨房？至于那什么暗桩的口供，我看就是屈打成招罢了。那这笔记你认不认？
太医院存档有你入府时亲笔写的生契，笔获走势和这封密信一模一样。还要我继续吗？我朝，我是前朝罪臣之女，5岁被燕山会收养，自幼受训，入相府是为了窃军事情报。幕后主使何人？燕山会在地京还有哪些同党？就算我死了，燕山会也会替我报仇，你们全都得死！是吗？燕山会藏在地京的余党，今晨已全部落网。不可能！相府通敌案经3司会审，证据确凿，陆氏满门免去通敌大罪。然陆伯安身为丞相，失察于内，致使家宅为贼所据，着即革职，贬为庶民。陆文渊革去功名，随父流放边城。陆母周氏在狱中病入膏肓，滚与保外安置。血凝。时辰到了，该上路啦。雪凝，你自由了，不用跟着我们吃苦。我跟着你们走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。我走了，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我错了。小姐，咱们接下来是什么打算？秋瑶，去准备行装。地宗的事办完了，咱们该去北境了。爷爷，我要走了。怎么，不舍得了？有点儿，不过小姐去哪儿，秋明就去哪儿。那还不快去收拾你的东西？北境风沙大，你那几件纱衣可扛不住。早就收拾好了，棉袄棉裤都备了3套，还给小姐也备了。刚穿越来的时候，我坐在花轿里，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场闹剧。现在看来，倒也不算白来。驾！小姐，这地方跟地京也差太多了吧？城门还没有咱们绸缎店的门面气派呢。还是这里的风得劲。进城吧。小心些。哟，新东家来了。这破地方没什么好打理的，您看看，骡子都快饿死了，账上一个子儿都没有。你是管账的？算是吧。以前的老账房跑了之后，我就帮忙记着点儿。那你现在就跟我的人去清点库存。秋苗，带2个人把库里所有东西全搬出来，一件不许漏。是。老叔，您带人去集市转一圈，米面粮油、布匹药材、马草铁器，所有大宗货物的价格都摸清楚，天黑前回来报我。剩下的一个一个来，报名字、经手事项，还有在这儿干了多久。库房账面差3成，伙计7个里头3个吃空粮，骡子瘦得拉不动车。果然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管理混乱都是万恶之源。小姐，咱能行吗？在地京我能把绸缎庄做起来，在这儿我也能。这令牌，当年我还是从你父亲手里接过来的。他战死那年，我亲手交还给你爷爷。你若只是来走一趟生意，拿他出来，反倒是辱没了他。将军有话直言即可。
其一，北狄王庭换了新单于，正在重新整顿商路，给你3个月，打通一条从边城到北狄的贸易线，换回战马。其二，北狄商人垄断了边城皮毛交易10年，地京来的大商号都拿他们没办法，我需要你给我打破这个价格联盟。其三，边城流民越来越多，光靠施粥养不活他们，你在边城开设一个产业，让他们有活干，有饭吃，能自食其力。这3点你能做到吗？那就请将军拭目以待。小姐，这才刚出大营，3个月时间，段将军可真看得起我。回驻地立刻召集所有人。将军，谢老将军的令牌他都拿来了，您还这般为难他，是不是不太妥当？她不过一个小姑娘，在地京做生意便罢了，您何必提这些连大商号都做不到的事？他父亲当年走得太早，这些兵若交给他，他担得住吗？我总得看看他是不是那块料。姑娘，你这批丝绸什么价？我全要了。儿呢？姑娘，你这批丝绸我们几个全包了，价格就按我们说的来。小姐，这比地京的价格压了快1半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把油布盖回去，不卖了。不卖？姑娘，边城的集市就我们这几家，你不卖给我们，还能卖给谁？你们几家就代表整个边城集市了？那我不在集市卖就是了。谢老板，你把丝绸拉去军营，从段将军手里换走了漠北商路的通关文书和军中专用的通译，做生意做到军营里去了，你这是坏了规矩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边城的丝绸皮毛交易从来都是在集市上按行价走，你绕开集市直接跟军方交易，用丝绸换商路文书，还让段将军把通译配给你。你们商量好了一起压价，恨不得一口吞掉我的货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规矩？从今天起，边城的皮毛和药材我照收，价格按市价算，公平竞价。你们愿意卖，我接着；不愿意卖，北境商路不止你们这一条。我已经拿到了漠北的通关文书，从漠北绕路进货，无非多走半个月。你当真拿到了文书？按市价成交。有马蹄声，小心！把货留下，饶你们不死！受伤没有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把刀留给你，防身用。你把你的刀给我，你用什么？我还有。哦，神。睡觉。老人和孩子先走，往货仓方向，不要回头拿东西。救救我爹！求你们救救我爹！谢家那姑娘，是我们陆家对不起你。天亮后，给陆大人找块好地方葬。木料还差3成，砖瓦得从隔壁镇子拉，来回最快也要5天。5天太慢，这样木料先用拆下来的旧流撞凑，能用的旧砖旧瓦全筛出来，不够的再去隔壁镇拉。先把学堂的架子搭起来，其他重建可以缓一步。谢小姐。我叫陆雪凝，从今天起，我教你们认字。
小姐，咱们的生意做的也不小了，江南有商路，北境有皮毛，为什么不回帝京享福，偏要在这吃沙子？这是你要的东西，北京各处燕山会残党的情报都在里面，还有这个。安国公府谢氏清渊以上继编，功绩卓著，着破格封为私商女使。恭喜你，清渊。小姐，私商女使，这可是本朝头一个。帝京不缺我一个商人，但这里缺。漠北驼队走私铁器与火药原料，路线覆盖北境3道关隘，手法和当年柳依依在帝京如出一辙，利用商路输送物资，以策应北狄那边的行动。他们走的是旧商路，荒废多年，沿途无水无驿，连驻军都很少巡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反倒是最安全的路线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小姐，你们……私商女使谢清渊已至边城，目标锁定。告诉北边的人，可以动手了。他们知道我在边城，目标就是我。与其等他们找上门，不如主动给他们一个靶子。我放消息出去，就说私商女使亲自押送一批贵重货物穿越戈壁，3天后出发，路线走旧商路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河道两侧是沙丘，适合埋伏，我会提前布阵。就这里，等他们全部进入河道后，就前后封口。小姐，你亲自当饵，那帮人手上沾了多少条命？他们要的是我，那就让他们冲我来。我会在你身边。老叔，你从商队老族们中间挑些最能打的，记得不要穿甲，让他们扮成伙计。我们家小姐可是朝廷亲封的私商女使，这批货金贵着呢，全是上等江南丝绸和北京药材，小姐亲自押送，3天后就走旧商路，穿越戈壁，送到漠北去。赵六、老李、铁柱，你们3个随我押车。是。其他人留守驻地，没有我的吩咐不可擅动。谢清渊，可算让我们逮住你了。你父亲当年在北境杀我燕山会这么多人，血债血偿，这笔账今天该还了。你们还有多少人？都藏在哪里？你抓了我们几个，燕山会就真的完了。北狄那边早就……不可能！北狄10万铁骑，10万铁骑一夜溃败，你们的后路断了。结束了。清渊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回来。陆文渊，边城需要教书先生，我已经为你安排了学堂教戏之职，你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嫁人，也不是为了报复谁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事业，走我自己的路。你的路也在前面，只是不是跟我一起走。
沈月白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很早，很早很早。